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噬魂2代》。开场我调了一个难度，昨天录制好血4一族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老板调难度的问题。很多小伙伴现在回顾之前老游戏的时候，找不到调难度的位置，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当然了，刚才的这个界面只适合机皇机版的，因为不同厂家的机版，它的 BIOS 界面还有进入方式不太一样。这一点有点像现在的电脑主板，每个厂家的 BIOS UI 都不太一样，不过功能都差不多。除了调整难度之外，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是否选择显示难度，是否显示投币数。比如说你在玩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三国志2》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多少万分能够奖命。我玩过最特别的《三国志2》，出场只有1条命，然后50万分的时候奖1条命，后面就没有了。我选择了柳生十兵卫。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呢？因为小的时候只会用这样一个角色，到了高中看见其他的小伙伴使用橘右京，才又拓展了一个角色。之所以喜欢用十兵卫，是因为它的中刀，尤其是跳跃的中刀特别好用，出招快。地面的中刀近身的时候是2个手向外推，推的这一下也有非常好的对冲功能。虽然这个角色并没有直接的对空技，但是他的中刀明显就弥补了这点不足。尤其是跳跃的中刀有一个衍生的套路，就是在中距离或者是远距离发射一发飞行道具，等对面跳过来的时候，咱们跳起来一记中刀，橘右京跳起来的重刀也有类似的效果，不过它需要垂直起跳。我所使用的套路都是小的时候经过了无数次考验，经过了大家不断的总结，针对不同的角色所使用的套路，也就只能打打 AI。 真要是 PK 的话，很多打 AI 的套路对人就不好用了。这就是 PVP 还有 PVC 的区别。十兵卫的重刀我感觉不大好用，尤其是地面的，它是2段，第一段后面可以接一些招式，第2段就很难了，而且第2段的攻击力特别低，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可能是突出他是一个双刀的角色。王虎把石柱扔出去了，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空手了。咱们可以磨血，一点一点的蹭，最后再一发入魂，可以升龙了。升龙这招是蹭血的神器，尤其是当对面只剩下最后一点血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兵卫的招式。他的升龙首先是一个突进，然后以升龙作为终结，这招叫做二角螺刀杆。下前斩是飞行道具，这招叫做水月刀。那相对的，他的大招叫做绝水月刀，这个大招可以接在重斩的一段之后。这也是石兵卫伤害比较高的一个连段。斩连打叫做八项发破，这招也可以用来磨血，但用在连续技里边就不大好用。打 AI 还可以，和人 PK 的话非常容易被反击。石兵卫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技能，相当于拳皇系列的当身技，叫做柳生心眼刀。对面斩过来会被他的一个刀挡住，然后进行反击。这招打 AI 不是很好用，但是如果你在 PK 的时候成功的用出来，并且成功的反击了，那给对面的玩家会造成成吨的心理阴影。另外就是变身了，石兵卫的变身是前下后前后按中角，没什么大用啊。打到第6个人了，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使用出一次大招。我的气槽从来也没有长满过呀，后面应该还有机会。但是不施展大招的话，就很难能够见到黑子了。当年在街机厅，如果见到黑子，基本上就会翻车呀，打不过，招式太多了，飞行道具就有8、9种。不过好在黑子的出场条件比较苛刻，主要是2种，第一种就是随机，在第3关之后可以随机出现，不过几率超级低。如果在第6关之后的偶数关卡，时间剩20秒以下，用大招解决了对手。这里解决指的是分出胜负的那局，那黑子就会出现。同理，如果1P 和2P PK， 在相对应的舞台达到同样的条件，那么2个人 PK 完成之后，切回到 AI， 黑子也会出场。第2种可以玩家刻意进行引发，如果实在想要见到黑子，也可以再投一个币，在第6关之后的偶数关卡，让1P在第2局或者是第3局，时间剩20秒之内使用大招干掉对面，黑子后面也会登场。我之前录制过改版，是可以选用黑子的。当然了，还有罗将神。不过那个版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它的气槽是瞬间攒满的，掉一点血就一下子长满，所以玩的时候就会发现节奏非常乱，经常打着打着人物就有一个强制的攒满气之后的愤怒姿势，不只是咱们有，对面也有，这样很多套路就无法实现。这里我用了一个中斩的升龙，斩越重，它前冲撞的段数就越多。
这一局就充分的发挥了我中斩的优势，压制性太强了。而且柳生的姿势又让他的中斩攻击的距离也特别远。这里要打查姆查姆。这个角色我之前好像没用过。噬魂2我可能录制过霸王丸、橘右京、黑子和罗将神，好像还有千两狂死狼。我记得当年在电软上看到本作出招表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兴奋。不看出招表的话，很多角色的技能是不太好出的，比如说霸王丸的天霸封神斩，出招表上是有准确的出招方式。当年不是没有人在不看出招表的情况下能够用出天霸封神斩，但是用的方式就是各种摇圈啊。还是输入的精准更加有效率啊。娜可露露也有一个类似的技能，是甩她的裙子，但是威力上要小一点。大家如果看网上的视频演示天霸封神斩的话，对面一般都是地震，因为地震体型大，伤害吃的比较全。其他的角色吃天霸封神斩很有可能断连的，只要你用完招式落下来的时候就会被打呀。这里打的是霸王丸的师兄牙神幻石狼，我感觉这是 SNK 的一项人设套路，他的人设感觉有一点像八神。无论是霸王丸还是牙神，这两个家伙的重斩都特别狠，应该不止一个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曾经被这师兄弟的重斩一刀就斩晕了，两刀就带走啊。是我的攻击没有砍正啊，还是地震太肉了？我这一个重斩只掉那么点的血，最后还相杀了一下。我的半条血是怎么没的呀？我感觉没太挨打呀，一直在压着对面。一个重斩，两个，三个，大家看啊，这三个重斩的攻击效率不是很好。这个小连招还不错，晕了，来一发八项发破，这招也就适合在最后的时候收尾。不剩几个人了吧？噬魂2的可选角色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咱们每次通关只打12个，算上罗将神的话13个。一个重斩晕了。噬魂2有着非常强烈的 SNK 格斗游戏早期的特征，就是伤害不稳定。
有这个特征的还有拳皇95。到了拳皇96，这个伤害就定量了。来了一发重的二角螺刀，撞的段数非常多。打自己的套路就是用轻的升龙，吸引对面出同样的招式，然后抓他的硬直就可以。该打罗将神了。背景上的那2颗宝珠就是本作剧情的重点。这2颗宝珠，一个叫做巴雷肯石，一个叫做破王之乱。据说可以打开魔界之门，好像也确实是这个效果。罗将神这个家伙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大招，是一个往返的技能。他发出来的时候很少能够打到人，但是小的时候没少吃他回来的这一下。罗将神血量不多了，不过罗将神怒了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他怒了之后大概率会直接放一发武器破坏技，这样的话咱们可以抓机会跳过去，用重斩来砍。相杀了一下，不太划算。就是这一下，我的天啊！这个重斩啊，差点把我带走啊！这也太狠了，感觉一刀斩了我半条的血。那最后呢，我的气槽满了，也是给大家演示了一下他的大招。看一下十兵卫的结局吧，他是把这2个宝玉给破坏了。那好吧，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格斗游戏《噬魂2》，使用柳生十兵卫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个游戏再见。